楚江王怒道：定是那妖族暗地算计，欲要将我巫族赶尽杀绝，其心何其狠毒！众判官何在？秦广王黑着脸大喝一声：去将巫族近万年轮回转生名册备下。诺。有一位留着络腮大胡子的判官站了出来，立刻飞出结界赶去轮回之地。李长寿注意到这个大判官竟然是人族出身，不由眼前一亮。就听几位阎君喝骂：咱们不去相助北周同族也就罢了，竟然还会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让咱们巫族遭了算计。恐怕不是这般简单，若是转世这里出了问题，或是该转生巫族的魂魄转生少了，咱们如何会不知？哪怕咱们不知，这属六道失衡，那就是过错，绝不会被隐瞒万年之久。快去殿中！急匆匆，几位阎君带着李长寿3个人赶往轮回要地，去了阎罗殿内。其他几位阎君也尽被此事惊动，赶来秦广王办公处会合，一同动手翻看着被阴差搬来的一摞摞书册。李长寿和玉帝的化身传声商量了几句，自是气定神闲。这边很快就有了答案：转生巫族之术未有空缺，巫族寿元大多过万岁，此时尚未有该转生之巫寿归正寝，故瞒过了我等。水神大人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我等身有阴司之职，背负天道之责。各位放心，李长寿站出来，拂尘一甩，正色道：天庭既已插手此事，定是要一查到底，给巫族一个交代。此次我前来地府，便是为了搞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我还有些疑问，生灵轮回的具体过程如何？是先在母体之中阴阳交泰，育出生灵之胎，再有真灵投生其上，还是必须每个环节都有真灵参与？秦广王道：此二者皆有之，但以前者情形居多。巫人族这般胎生的，都是先有生灵之胎孕育生长，而后再有真灵投胎转世，给予此生灵之胎心脉跳动，此时才算生灵。俗世常说子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其实也有几分道理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：如此我大概知晓了，多谢几位阎君解惑。是我等要谢水神仗义相助。李长寿刚要告辞离开，赶去北去泸州，找那里的大巫祭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，又突然想到了一些小细节，再次出声询问。随后他又提出让地府一脉的巫族派几位战力不错，族内有点地位，且在地府阴司没有任职的巫族，与他一路去追查此事，让地府阴司做个见证，免得以为是他会夸大其词，顺便拐走几个临时法宝人。众阎罗忙答应了下来，又是一阵感激。又在阎罗殿中等了一阵儿，马面带着敖乙赶来会合。此时敖乙神情多有开朗之感，不再那般抑郁了。随后众阎君送李长寿他们离了丰都城，牛头马面已经带着几名巫族高手在前路等候，这些巫族不便进丰都城。驾云前行时，赵德柱问道：水神，你觉得此事问题出在哪儿？不如考一考龙吉殿下。这个龙吉思索一二，很快便小声回答：还应问询巫族具体情形，龙吉不敢胡乱作答。李长寿和赵德柱对视一眼，各自满意的点点头。前路上，牛头已经带着3男3女静静等候，因巫族不善飞驰，必须由李长寿驾云带着。离开地府时，这云明显重了许多。与此同时，云雾缭绕三仙岛，仙境深处阁楼间，坐在重重帷幔之后的白衣仙子睁开眼眸，细细掐指推算，不由轻笑了一声。这是怎么了？此前还以为自己入定悟道，醒来应当已过了几百年，可怎么掐指推算，才过了几日的光景？静心，凝神，修行为重。
仙子就要继续潜心闭关体悟大道，但是窗口风铃叮当作响，三仙岛外围闯入了一道身影。他不由定睛看去，虽知此非那人，但心海的一角却多了丝丝涟漪。可惜涟漪转眼消散。原来是大哥呀。轻轻一叹，仙子闭目凝神，入定打坐，身周很快就被云雾所包裹。大哥，姐姐已经在闭关了。三仙岛一处凉亭中，琼霄驾云飞来，如此道了一句。闻言，赵公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坐在那儿一阵纠结。哎，罢了，一些小事也不值得喊他出关。我就这般去找长庚吧，本是想喊上二妹一起帮我出出主意的。琼霄有些不满的哼道：是，长庚，嘴上天天都挂着那个喜欢扮老头的家伙。姐姐是这般，大哥你也是这般。就是。碧霄在旁边小声加了一句：有什么事跟我们商量一样啊。赵公明抚须苦笑：这个我们男儿之间的一些话呀，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女孩家也不懂。呸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琼霄俏生生翻了个白眼儿，道了句：看着。窈窕身形轻巧地转了2圈，只见得彩光熠熠，又听得环佩冰凌，云雾起落，那原本身着淡黄罗裙的少女化作了佝偻着身形的老道，老气横秋地道了句：少年郎，有什么烦心事讲给贫道听啊？赵公明一手扶额，碧霄在旁边笑的是前俯后仰。终究还是琼碧二人技高一筹，赵公明支支吾吾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讲了出来，自然还是与金光师妹有关。哎呀，你们也知我对金光师妹本没什么念想，但被这众多同门打趣玩笑间，哎呀，为兄这心啊又变得有些异样。大哥，你若是起了心思，就与金光师妹好好相处呗。碧霄梳弄着身前的一缕秀发，这事也没什么难的，就是一个愿与不愿。你觉得此事难为情，不过是碍于脸面，但这种事是两人之事，旁人如何能插嘴？不错。琼霄的老道抚须颔首，继续老气横秋。以贫道来看，大哥你被旁人影响太重了，这确实让人放心不下。你像姐姐那般动了情念，入了情结，我们一点也不担心。主要是大姐分得清，理得顺，有分寸，不会被情节影响到修行。且长庚那家伙确实是厉害，算计起人来一套又一套，我跟四妹也都服气。但大哥，你这个，赵公明皱眉：我怎么了？本心不定，道心不宁啊。琼霄老道一阵摇头：这情节怕是会影响自身，最后道基受损，道行萎缩，大道远矣。赵公明听着这夸张的语气，眉头都皱成了个川子，起身来回踱步，略微有些急躁。不多时，赵公明皱眉问：那你能帮帮我吗？嘿嘿。琼霄和碧霄对视一眼，琼霄解了化形法，耸肩摊手：我们两个又没经历过情节，不太懂这些。大哥，你还是去问问你海神老弟吧。三妹，赵公明连连作揖：大哥最信任的就是三位妹妹与长庚，还请教大哥一点办法。琼霄淡定地说道：这法子也不是没有。大哥扶尔过来。嘀嘀咕咕如此这般，琼霄说了计策，赵公明有些纠结。二妹不是让你们在岛上修行不得外出吗？你这要出去，
那算了，当我没提及此事。琼霄悠悠一叹，唉，说来也是我忘了，大哥对姐姐颇为忌惮呢。这怎么能说是忌惮呢？都是一家人。赵公明沉吟几声，暗中咬牙，又连连踱步，很快点头道：那行，我带你们出去一趟，但此事做完就立刻送你回来，可不能趁机乱跑。碧霄小声问：大哥，你真不怕姐姐啊？我是大哥。赵公明抬头挺胸，但瞧了眼云霄仙子闭关之处，又瞬间缩了缩脖子。当然，二妹最有主意，咱们也要充分的尊重二妹的意见。哎，走，别出动静啊！路上我详细与你说此事具体。琼霄笑弯了眼，与赵公明一同悄悄地溜出三仙岛大阵。二人走后，碧霄没忍住掩口轻笑了一声。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好的，出去一趟就被骂一顿，跑出去干啥呀？他也瞧了眼云霄闭关处，吐了一下舌尖，哼着云间小调，驾云飘向了汉指的修行地。且说这边李长寿超载驾云，带着一云人出了幽冥界，取路北距泸州。敖乙看了眼这8位巫族高手，有些不放心地问：教主哥哥，可许我去龙宫调一部兵马相随？李长寿思索一阵，东海尚未平稳，暂且不必。北距泸州距北海较近，若需要兵马，在北海处调兵也不会耽误太久。小乙放心，北天门天兵也可随时驰援。一旁的牛头马面欲言又止，想说有他们在，不用担心，但是又想到了在西海龙宫亮起来的那一颗灵爆球，果断地选择了沉默。看他们巫族打架也就图一乐，真要杀敌还是得看水神的自爆化身呐。3个瞬息横扫千军，大罗都给你扬了。自地府出来，牛头马面和6位巫族高手都十分的沉默。飞出幽冥界，又见到了这宽广的天地时，那6巫眼中明显多了一些光亮。但是他们跟李长寿不太熟，此时都有些拘谨，生怕得罪了某位天庭权神。李长寿和赵德柱传声聊天，时而聊聊天庭大事，时而谈一谈洪荒丑闻，而旧闻。玉帝算是圣人之下最接近天道的存在，与天道联系十分的密切，诸多秘闻都能直接得到答案，让李长寿也觉得大有裨益。龙吉拿出那一份兵法细细品读，而这一份兵法的著作者敖乙却在那儿对着天边出神。到了北距泸州，李长寿熟门熟路，直接赶往大巫祭住处。刚要落下云头时，牛头开口问：水神，我们下去无妨吗？会不会跟我们誓言有所违背？李长寿正色道：你们是奉阴司之命前来探查巫族轮回之意象，有何违背？那让他们在上面等着吧。马面指了指背后的3男3女，免得下去碰了面尴尬。善。李长寿含笑应了一句，给6巫留了一块云，带着几个人缓缓落下。大巫祭已是从10巫中走了出来，还是那般中年妇人的形象，身后还有另外2名老巫，一翁一玉，应该是其他部族的大巫祭。上古时巫族有12大部族，对应12组巫，地府巫族原本便是其中一支，为后土族。巫妖大战后，巫族部族只存4巫，退居北距泸州苦寒之地。祖巫进阶陨落之后，大巫祭就成了每支部族的首领。此时3位大巫祭聚集在此地，已经能够代表整个北距巫族了。另外2位大巫祭为何会在此地呢？其实他们是在学习推广李长寿给的初期疗法，而他们也没有想到天庭水神竟然这么快。水神大人，那名中年妇人模样的大巫祭皱眉道：我们还没来得及尝试您给的法子呢。这个不影响，该试还是要试。李长寿面色颇为凝重，将自己上天入地得到的2条重要讯息详细说给了3大巫祭。天道
未曾降下让巫族绝育的责罚。6道轮回盘处一切正常，该发给巫族的转世魂魄没有任何异样。简而言之，问题就出在了巫族女子的孕期。3位大巫祭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。那老妪低声问：水神大人，有人算计巫族？定是那些妖族所为。唉，巫妖之争本以为已经停歇，不曾想对方还是不放过我巫族。此事还不能急着下定论，先要确定问题出自何处，才可以追查其根源之所在。大巫祭，可否让我拜访一下巫族各处3个月内的新婚夫妇？3名大巫祭自知情形的严重，虽然有些跟不上李长寿的思路，却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。莫说他们，赵德柱和龙吉、敖乙也是完全不明白李长寿要如何追溯根源。牛头马面还甚至产生了一点大胆的想法。且说正事，李长寿也没有想到自己在洪荒修行还有成为妇科圣手的一天。为了地府上天的功德，妇科圣手就圣手吧，帮人族曾经的盟友做一点事儿也不算太亏。在大巫祭的安排之下，李长寿驾云走访了巫族几个比较大的部落，找到了数百位最近刚进行了婚礼的巫族年轻女子。这个婚礼的婚字呢，是打婚的婚，毕竟按照他们这儿的习惯，一棍子敲昏了就带回家了。很快，李长寿发现了这数百巫中小半巫族女子都正有身孕。李长寿将这些有身孕的女子聚在一处，观察她们的反应，不过半日就有所收获。一巫族女子脸色涨红，跑去如厕，回来的时候身孕已无，而这巫族女子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。李长寿瞬间就明白了此事大概，确实是有人搞事，用了不知道什么邪法，达到了落胎的效果。之所以这些巫族女子全无察觉，无他，肉身太强了，她们自动忽略了这么一点损伤。落胎前后气血亏损完全是微不足道，且巫族并没有神农氏，天生强大的他们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医术，